穿越大唐，我只想在御膳房当个低调的劈柴杂役，毕竟前世做5星主厨太累了。于是我躲在角落里涮火锅、做奶茶，直到那天，一个奶乎乎的小团子循着香味找来，眼巴巴地问：“哥哥，你在吃什么呀？能给我尝尝吗？”我打量着这小丫头，看着就3、4岁，穿的常服却是极品蜀锦，腰间玉佩更是通透的不像凡品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能在宫里这么横着走的，除了那位被宠上天的晋阳公主，还能有谁？那可是李世民的掌上明珠，长孙皇后的眼珠子。这要是吃出个好歹，我这脑袋怕是得搬家了。我赶紧把炒饭碗举高了些，像逗小猫似的挥挥手：“哪来的快回哪去！这玩意油大，你个小屁孩，吃了不消化。”四子当场就急了，那霸道的香味直往他鼻子里钻，这简直是公开处刑了。他猛地踮起脚尖，小短手在半空乱挥，拼了命想够着那个碗。不嘛，哥哥！四子小嘴一扁，眼眶刷的就红了，委屈巴巴的喊：“肚子饿，肚肚痛痛。”他倒也不来硬的，就可怜兮兮的捂着小肚子，声音软糯的能掐出水来。漂亮哥哥，给四子吃一口吗？就1口好不好呀？我嘴角一抽，这称呼肉麻是肉麻了点，但不得不说，听着还挺受用。再说了，这小奶包看着是真饿坏了，小肚子还特给面子的打起了咕噜噜的响雷。我无奈的叹了口气，终究还是心软了。行了行了，就1口，不许多吃。我拿来个干净的小木碗，只给他分了2勺的量。这炒饭太油了，他身子骨那么弱，吃多了肯定积食。四子眼里的泪花瞬间蒸发，这变脸速度简直是川剧大师级别的。他双手郑重地接过那粗糙的木碗，仿佛捧着什么绝世珍宝。没给勺子，但这哪能难住咱大唐公主？四子直接就上手了，指尖刚碰到米饭就被烫得一缩，可那勾魂的香味让他啥也顾不上了，忍着烫就抓起一撮金黄米粒，急吼吼地塞进嘴里。轰！四子整个人当场石化了。这一刻没有龙飞凤舞的特效，只有直击灵魂的快乐。那是油脂和碳水在高温下激烈碰撞，爆发出惊人的美拉德反应。猪油的焦香瞬间攻占口腔，鸡蛋的嫩滑在舌尖起舞，每一粒米饭都像活了过来，在齿间弹跳炸裂。没有羊肉的膻味，没有炖菜的软塌，更没有药膳的苦涩，只有炸裂的香气。四子猛然瞪圆双眼，腮帮子塞得鼓鼓的，根本舍不得往下咽。就那一秒，他感觉以前吃的东西都是渣渣，上食局那帮御厨做的饭简直是猪屎。他一边飞速咀嚼，一边口齿不清的嘟囔，嘴角还粘着金黄的饭粒。阿娘是大骗子，阿娘说御膳房的饭不好吃，原来好吃的全被漂亮哥哥藏起来了，这也太香了吧！他觉得浑身上下每个毛孔都舒坦了，胃里那股子饥饿感瞬间被一口热饭熨平。他吃的那叫一个风卷残云，小胖手上沾满了亮晶晶的油光，吃光了碗里的还不够，他又伸出小舌头，仔仔细细把碗边舔了个遍，恨不得把木头纹路都给盘包浆了。四子高举空碗，一双大眼睛可怜巴巴地望着我，还要？我斩钉截铁地拒绝，还把自己的大碗往后挪了挪。没了，这玩意儿是猛火重油爆炒的，你这小身板扛不住，晚上要闹肚子的。四子小嘴一撇，眼看又要开闸放水，我心里暗叫不妙，这位主要是在我这哭出来，用不着他爹来砍我，那帮御膳房的老油条就能把我生吞活剥了。好在我早有后手，系统送的新手大礼包里乱七八糟塞了一堆调料食材，正好有罐腌好的蜂蜜柚子，这东西在我那会儿满大街都是，可在这大唐绝对是消食解腻的神器。我拿起一只粗瓷杯，挖了勺粘稠的柚子蜜，再用温水冲开，那金黄的蜜丝在水中缓缓化开，空气里立刻弥漫出一股清甜的果香。四子的注意力瞬间被吸引过去，眨巴着大眼睛盯着那杯淡黄色的液体。我把杯子递给他，喝了这个，这是消食的，喝完不准哭，再哭就给你扔出去喂大猫。四子抽了抽鼻子，满脸狐疑地盯着那杯水。又要喝药药吗？他说这话的时候，小脸皱成了一团苦瓜，显然是被那些苦兮兮的药汤给折磨怕了。我看着他这副如临大敌的模样，差点笑出声来。可看我眼神那么肯定，他还是壮着胆子凑过去，小心翼翼地伸出舌尖舔了舔。下一秒，他的表情就跟刚才吃炒饭时一模一样，眼睛瞪得溜圆。呀，是酸的，不对，是甜的。那股清新又带着果香的甜味，瞬间冲散了嘴里的油腻，温热的液体滑入喉咙，刚才吃急了有点撑的胃，一下子就舒坦了。四子双手捧着杯子吨吨吨的猛灌，眼睛都笑成了2弯月牙。甜甜的，这个好喝。一杯水下肚，四子舒坦地打了个嗝，直接瘫坐在柴火堆旁的小板凳上，摸着滚圆的小肚子，满脸写着幸福。我看着这小丫头一脸陶醉的样，心里竟然也莫名有点小窃喜。说起来，自从穿越到这破地方，我还是头一回看到有人吃我做的东西吃得这么开心。前世在5星酒店的后厨，做的都是给大人物吃的精致菜肴，那些人吃东西讲究的是排场和面子，真正能品出滋味的没几个。倒是眼前这个小不点，一碗普普通通的蛋炒饭就能让他乐成这样。我蹲下身子，跟他视线齐平，吃饱喝足了。四子点头如捣蒜，2条小短腿还在小板凳上晃悠，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。我深吸一口气，酝酿了一下措辞，然后故意板起脸，装出一副超凶的样子。那你得答应我一件事。四子歪着脑袋看我，完全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。我伸出食指，郑重其事地竖在他面前。今天在这里吃的所有东西，回去后1个字都不许跟别人说，1个字都不行，懂吗？四子眨巴眨巴眼睛，似懂非懂地点点头。为什么呀？我指了指自己的脖子，比划了一下。要是让你爹妈知道了，我就得被踢出宫去，以后你就再也吃不到这么香的饭，也喝不到这么甜的水了。四子一听以后没得吃了，小脸瞬间吓得惨白，他噌的一下从凳子上跳下来，2只小手死死捂住嘴，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似的。不说不说，四子绝对不说。我松了口气，但转念一想又觉得不对劲，这小丫头才3、4岁，能懂什么叫保密？万一她爹妈随便一问，这小嘴巴还不得跟漏勺似的。我决定给她上上强度，我重新蹲下身子，双手扶着她的小肩膀，表情严肃的像是在交代什么绝密军情。光说不说还不够，你得记住，要是有人问你今天去哪了，你就说。我顿了顿，现场编了一套说辞。你就说你去御花园看蝴蝶了，
看完蝴蝶，又去太液池喂鱼了，喂完鱼又去看宫里的大猫了。总之就是到处溜达，哪儿都去了，就是没来过柴房，也没见过我，更没吃过什么香香的饭饭和甜甜的水水。听明白了吗？四子听得一愣一愣的，小脑袋里显然在努力消化这一大串信息。他掰着手指头嘟囔着：看蝴蝶，喂鱼，看大猫，没来过柴房，没见过漂亮哥哥，没吃过香香的饭饭和甜甜的水水。背到一半他就卡壳了，急得直跺脚。太多了，记不住了。我一阵头疼，早知道这小丫头记性这么差，我就不编这么复杂了。我换了个策略，简化版。那这样，不管谁问你，你就说3个字，不知道，会吗？四子这下听懂了，使劲点头。不知道。四子会说不知道。我还是不太放心，又追问了一句：那要是你阿爷问你呢？四子挺起小胸脯，奶声奶气地说：阿爷问我，我也不说。四子绝对不背叛漂亮哥哥。我又问：要是你阿娘问你呢？四子想了想，小脸上露出一丝纠结，但很快就坚定了。阿娘问也不说。我继续追问：那要是有人用糖葫芦诱惑你呢？四子愣了一下，显然不知道糖葫芦是什么东西，但这不妨碍他表忠心。什么东西都不坏，四子的嘴巴最严了。他说着还松开一只手举过头顶，表情严肃的起誓：四子绝不说哥哥躲在柴房做好吃的。我后背猛地一凉，这丫头是真的不知道啥叫保密啊！她这起誓的内容比我要她保密的东西还详细。我揉了揉太阳穴，感觉一阵无力。算了，尽人事听天命吧。我站起身，拍了拍身上的灰。行了，你赶紧回去吧，待久了该有人找你了。四子依依不舍地看着我，又看了看那口还架在灶上的铁锅，小嘴巴瘪了瘪。漂亮哥哥，四子明天还能来吗？我心里一突，连忙摆手：不行不行，你来一次已经够危险了，再来肯定要出事。四子的眼眶瞬间又红了，水汪汪的大眼睛里盛满了委屈。可是四子还想吃香香的饭饭。他这一副可怜相，杀伤力简直比他爹的玄甲军还猛。我心里那道防线摇摇欲坠，但理智还是拉住了我。不行，绝对不行！这要是让他养成习惯，天天往我这跑，用不了3天就得东窗事发，到时候别说脑袋了，我可能连个全尸都混不上。我硬起心肠，把脸一板：不行就是不行，以后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劈我的木头柴，咱俩互不相干。四子被我凶得一哆嗦，眼泪终于憋不住了，大颗大颗的往下掉。漂亮哥哥凶四子。我看着他哭成小花猫的样子，心里一阵抽搐。算了算了，好人做到底吧。我叹了口气，从灶台旁边的罐子里捏出一小团炒饭，熟练的用油纸包好，塞进他手里。行了，别哭了，这个给你带回去，想吃的时候偷偷吃。但是我加重了语气，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看到，吃完把油脂也毁掉，当做什么都没发生过，能做到吗？四子捧着那个小小的油纸包，眼泪汪汪的点头，然后小心翼翼的把它揣进怀里，动作轻得像是在藏什么稀世珍宝。他最后看了我一眼，吸了吸鼻子。漂亮哥哥，四子会想你的。说完他就迈着小短腿，一步3回头的走了。我站在柴房门口目送他离开，直到那抹小小的身影消失在院墙拐角，才长长的舒了口气。好险！我抹了把额头上并不存在的冷汗，转身开始收拾残局。锅碗瓢盆洗干净，灶台擦得一尘不染，连地上的饭粒都扫得干干净净。做完这一切，我瘫坐在柴火堆上，望着头顶那片漏进来的阳光，开始思考人生。说起来，我穿越到这大唐也有3个月了。3个月前，我还是那个在5星酒店后厨累死累活的主厨，每天凌晨4点起床，深夜12点下班，一天10几个小时泡在油烟里，整个人都快被榨干了。那天通宵加班赶一个什么贵宾宴会，做完最后一道菜的时候，我就感觉眼前一黑，再睁眼就躺在这破柴房里了。一同到来的还有一个系统，自称是美食传承系统，说是要帮我在这个时代发扬光大中华美食。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，你搁这搞笑呢？我好不容易摆脱了那种累死人的生活，穿越过来还要继续当厨子。当厨子也就算了，还是在皇宫里当，这地方比5星酒店可恐怖多了。菜做的不好吃要挨板子，做的太好吃了还可能被扣个什么功高盖主的帽子，左右都是死路一条。所以我选择了第3条路，躺平。我跟系统讨价还价了半天，终于达成了一个共识。我每个月做几道菜打发他的任务，剩下的时间就老老实实当我的劈柴杂役。系统送的新手大礼包里有各种调料食材，隔3差5我就偷偷摸摸给自己加个餐，什么蛋炒饭啊，番茄炒蛋啊，还有火锅奶茶什么的，反正都是些不起眼的家常菜。我这小日子过得简直不要太滋润。御膳房那帮人都以为我是个只会劈柴的傻小子，没人注意我，也没人为难我，我就这么在角落里当我的透明人，安安心心等着系统的任务周期结束，然后找个机会溜出宫去，下半辈子当个游山玩水的闲散人。至少在今天之前，我的计划都进行得相当顺利。直到那个小团子找上门来，我看着灶台上那口被擦得锃亮的铁锅，心里隐隐有些不安。以那小丫头的段位，能守住秘密才有鬼了。我叹了口气，默默在心里祈祷：老天爷啊，你可千万保佑，让那帮皇宫里的大人物都瞎了眼聋了，千万别查到我头上来。我当时不知道的是，就在我祈祷的同时，立正殿里已经炸开了锅。与此同时，立正殿内的气氛压抑的能冻死人。3个太医跪在堂下，头埋得低低的，后背都被冷汗浸透了。而他们面前的案几上摆着一碗羊肉羹，那是上食局今天专门为晋阳公主准备的膳食，用的是最上等的羔羊肉，配上滋补的药材，炖了整整2个时辰。按理说，这已经是御膳房能拿出的最高水平了。可那碗羹汤愣是一口都没动过。李世民站在窗边，背对着众人，看不清表情。长孙皇后坐在一旁，脸色苍白如纸，眼下一片青黑，显然是好几夜没睡好了。她已经3天没好好吃饭了。长孙皇后的声音里带着压抑的焦虑：太医，四子这到底是怎么了？为何突然就不肯进食了？跪在最前面的太医硬着头皮回话：回禀娘娘，公主脾胃虚弱，
又兼这几日天气燥热，肝火上炎，以致食欲不振。臣已开了几副健脾开胃的方子，他顿了顿，额头上的汗珠滚落下来。只是公主年幼，要是难以下咽，这几日的汤药都没能喂进去多少。李世民依旧没有转身，但他的声音从窗边传来，冷得像是从冰窖里挖出来的。没能喂进去多少，那就是说这3天他不光没吃饭，连药都没喝。太医的头埋得更低了。臣无能。长孙皇后闭了闭眼，按住了突突直跳的太阳穴。她知道不能全怪太医，四子那丫头从小就怕苦，每次喝药都跟上刑似的，哭得撕心裂肺。前2天她还能哄着喂进去一些，这2日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，整个人蔫巴巴的，看着就让人心疼。这时店门外响起了通传声，说是上食局又送了新的膳食来，说是换了做法，这回一定能让公主开胃。李世民挥挥手让人端进来，一掀盖子，眉头瞬间皱成了川字。又是羊肉，虽然换了个模样，从羹汤变成了蒸糕，但那股子膻味是一模一样的。李世民的脸色彻底沉了下来，他猛地转身，大步走到店门口，对着外面齐刷刷跪了一排的上食局官员怒吼：一群废物，镇阳你们这帮饭桶有什么用？晋阳公主3天没好好吃饭了，你们送来的这都什么玩意儿？那羊膻味隔着3里地都冲鼻子，别说四子了，朕闻着都想吐。上食局的头把脑袋埋得更低了，冷汗顺着额角往下淌，一个字都不敢反驳。他心里也苦啊，这年头的肉食，除了羊就是鹿，再有就是鸡鸭鱼鹅，做法也就那几样，蒸煮烤炖，翻来覆去就这些花样。想去腥全靠猪鱼花椒硬盖，结果往往是腥味是没了，那股子怪味更上头。大人或许还能忍忍，可小孩子的舌头多敏感，哪里咽得下去？他们已经使出浑身解数了，可公主就是不吃，他们能有什么办法？长孙皇后放下碗，温声劝道：二郎，你先消消气。四子这几日身子不适，太医也说是脾胃虚弱，不怪御厨们。李世民气得胸膛剧烈起伏，那是他们没本事，朕坐拥天下，难道连让女儿吃顿饱饭都办不到吗？他说这话的时候，声音里竟然带上了一丝无力。他可以征服天下，可以横扫四方，却偏偏拿自己这个小女儿没有任何办法。眼看着她一天天瘦下去，脸上的婴儿肥都快消没了，他这个当爹的心里跟刀割似的。正当店内气氛降到极点的时候，店门口突然探进来一个小脑袋，是四子回来了。前一秒还想砍人的李世民，脸上的雷雨天瞬间转晴，换上标准的慈父笑，快步迎上去。四子回来了，跑哪儿也去了，可把阿爷给急坏了。四子背着小手，迈着小短腿跨过门槛，跟往日病恹恹的样子完全不同。这会儿他小脸红扑扑的，走路都带风，甚至还心满意足的打了个饱嗝。这声嗝又响又脆，在死寂的立正殿里格外清晰。李世民伸出去抱娃的手当场僵住，长孙皇后也傻眼了。这几天四子饿得说话都没力气，怎么出去溜达一圈，跟换了个人似的。李世民一把将小闺女捞进怀里，再膝头掂了掂，他当了这么多年皇帝，手感还是有的。这一掂，他就感觉不对劲了，好像重了那么一丢丢。大手顺势摸上她的小肚子，好家伙，又圆又硬，跟塞了个小皮球似的。这分明是吃撑了。李世民和长孙皇后对视一眼，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震惊。3天水米不进的小丫头，出去转了一圈，回来肚子就鼓成这样了。这中间发生了什么？四子，你是不是偷吃东西了？李世民不动声色的试探，语气刻意放得很温柔。四子心里警铃大作，漂亮哥哥说了，要是被阿爷发现，以后就没饭吃了。他立刻把头摇成了波浪鼓，2只小手下意识捂住怀里那个油纸包，动作快得像只护食的小仓鼠。没有，四子没有偷吃。李世民挑了挑眉，这丫头平时撒谎脸皮薄得很，一问就脸红，今天倒是不脸红了，但那反应也太大了点。此地无银300两都没这么明显的。他也不急着戳穿，只是漫不经心的又问了一句：那四子今天去哪儿玩了呀？四子眼珠子滴溜溜地转，努力回想漂亮哥哥教他的话，看蝴蝶、喂鱼还是看大猫来着，太多了，他一时间想不起来先说哪个。情急之下，他决定用简化版。不知道。李世民差点笑出声来，不知道自己去哪儿玩了，这借口也太拙劣了吧。长孙皇后也忍俊不禁，轻咳一声掩饰住笑意。她这女儿什么都好，就是撒谎的本事实在太差。李世民决定加大火力，他换上一副痛心疾首的表情。四子不告诉阿爷也没关系，阿爷就是有点伤心。原来四子不信任阿耶了。他说着还夸张地叹了口气，演技堪称影帝级别。四子果然中招了，他最见不得阿耶难过，小脸上立刻写满了纠结和愧疚。但一想到漂亮哥哥凶巴巴的警告，他又咬紧了小嘴巴。不是阿耶，四子不是不信任你，四子就是他急得快哭出来了。四子答应过别人不能说的。李世民眯起眼睛，答应过别人？这宫里还有人能让他女儿守口如瓶？有意思。他换了个策略，不再正面追问，而是抱着四子在店内慢悠悠地踱步，一边走一边随意的闲聊。阿耶听说御花园的蝴蝶最近开得很好，四子今天去看了吗？四子一愣，这话听着怎么有点耳熟？他回想了一下，漂亮哥哥好像确实让他说去看蝴蝶了。于是他使劲点头，看了，蝴蝶可漂亮了。李世民又问，那太液池的鱼呢？喂了吗？四子继续点头，喂了鱼吃了好多好多。李世民唇角微勾，这丫头上钩了。他故意叹了口气，哎，可惜阿耶今天让人去御花园和太液池找过四子，都没找到呢。四子的小脸一僵，坏了，被套路了。他眼眶瞬间红了，心里又急又怕。漂亮哥哥教的那套说辞，怎么一个都没用上，反而被阿耶发现破绽了。李世民看他这副要哭不哭的样子，心里又好气又好笑。他低头凑近了些，轻轻嗅了嗅，没有往日那股淡淡的药味，反倒是一股极其清新的果香飘进鼻子里，有点像岭南进贡的柚子，却更甜更清爽，还夹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油香味。这味道他从来没闻过，但莫名的让人食指大动。李世民眼尖，突然发现四子嘴角边上粘着点什么东西，他伸手轻轻一捻，一粒金灿
灿灿的东西落在了他指尖，是米饭，但这米粒跟宫里的完全不一样，通体金黄，裹着一层薄薄的油光，在阳光下竟然真的在发光，哪怕只是冷掉的一粒，那股浓郁的蛋香和油脂的焦香也直往鼻子里钻。李世民的喉结不争气的滚动了一下，他堂堂大唐天子，御膳房什么山珍海味没吃过，竟然对着一粒米馋了，这简直是奇耻大辱。好啊，现在敢骗阿耶了？他故意板着脸，宠溺地刮了刮四子的小鼻子。老实交代，去哪儿偷吃了？你要是不说，阿耶现在就把上食局那帮老家伙全砍了。四子一听要砍人，吓得小脸刷的一下白了。他知道阿耶说砍人是真的会砍的，可是漂亮哥哥虽然凶，可饭饭好吃呀，他不能连累漂亮哥哥。不许砍！四子急得在李世民怀里直扑腾，两只小短腿蹬得飞快，这一急嘴巴就漏风了。我真的没去柴房，我也没找漂亮哥哥，那个金色的饭饭一点都不好吃，我也没喝甜甜的水。整个立正殿瞬间安静了，李世民愣住了，长孙皇后愣住了，跪在地上的太医和上食局官员们也愣住，空气仿佛凝固了3秒，然后李世民扑哧一声笑了出来，笑得肩膀都在抖。长孙皇后也忍不住了，捂着嘴笑得花枝乱颤。破案了，地点柴房，人物漂亮哥哥，作案工具金色的饭饭，甜甜的水。这丫头的保密方式简直是把所有信息都一股脑交代了，就差没把人家祖宗18代都爆出来。李世民笑完之后，脸上的表情渐渐沉了下来。皇宫大内，柴房，哪冒出来的柴房？他回忆了一下宫里的布局，唯一能称得上柴房的，似乎就是御膳房后院那个堆破烂的小屋子。那地方又脏又偏，连宫女太监都懒得去，居然还能住人，还漂亮哥哥。这宫里除了皇子，剩下的男人只有太监和侍卫。太监能叫哥哥，侍卫敢在后宫生火做饭，而且还敢给公主喂来路不明的食物。李世民脸色瞬间阴沉下来，眼中闪过一丝凌厉的杀意。他可以容忍很多事，但绝不能容忍有人在他眼皮子底下对他的女儿图谋不轨。长孙皇后看出了丈夫的怒意，轻声劝道：“二郎，先别急着动怒，四子这不是好好的吗？而且看他这气色，比前几天好多了。”李世民深吸一口气，压下心头的火气。皇后说的对，不管那人是谁，至少没有伤害四子。而且从四子的状态来看，那东西确实对他有益，但该查还是要查。他低头看着怀里的小闺女，语气放柔了几分：“四子乖，告诉阿耶，那个漂亮哥哥长什么样子。”四子这会儿已经意识到自己说漏嘴了，整个人缩成一团，眼泪汪汪的看着李世民：“阿耶，你不要抓漂亮哥哥好不好？他是好人，他给四子吃饭的。”李世民心里一软，这丫头才见了人家一面，就开始护着人家了。阿耶不抓他，阿耶就是想见见他，行吗？四子眨巴着大眼睛，半信半疑：“真的吗？不砍头吗？”李世民嘴角一抽：“不砍，阿耶保证。”四子这才松了口气，开始掰着手指头描述：“漂亮哥哥长得可好看了，比阿耶好看。”李世民的脸黑了一瞬，他眼睛大大的，鼻子高高的，笑起来有酒窝。对了，他还会变魔法。李世民挑眉：“变魔法？”四子点头如捣蒜：“他把白白的米饭变成金色的了，还会把水变成甜甜的，可厉害了。”李世民和长孙皇后又对视了一眼，把白米饭变成金色的，这是什么神仙手艺？御膳房那帮人怎么从来没做出过这种东西？正说着，四子突然动作僵硬了一下，他想起来自己怀里还揣着那个饭团，漂亮哥哥说了，那是留给他偷偷吃的，不能让任何人看到。他下意识地用小手捂住胸口，想把那个油纸包藏得更深一点，但越急越乱，那个小小的油纸包不知怎么就从他衣襟里滑了出来，啪嗒一声掉在地上，油纸包散开，一个拳头大小的饭团滚了出来。饭团虽然凉了，但依然是诱人的金黄色，几粒翠绿的葱花点缀其上，可爱极了。那股被油脂封印的香气，这下子彻底爆发了，瞬间弥漫了整个立正殿，浓郁的蛋香混合着油脂的焦香，霸道地侵占了每一个人的鼻腔。原本还跪在地上的御膳房管事们，一个个猛吸鼻子，震惊地抬起头。他们在御膳房干了几十年，什么香味没闻过？可这股香味，他们从来没有遇到过。就算把御膳房所有的香料堆一块，也比不上这玩意儿勾人，太过分了，简直是降维打击。李世民弯腰捡起那个饭团，入手微温，油润却不腻手，每一粒米都饱满圆润，像是一颗颗金色的小珍珠。他仔细端详了一下，发现这饭团捏得极为讲究，松紧适中，既不会散架，又不会太紧实，能把一团米饭捏成这样，手艺绝对不一般。这是什么东西？他皱着眉问。四子眼看宝贝被缴获，也顾不上保密了，伸着小手就要抢。还给我？那是漂亮哥哥给我的，四子还没吃够呢。李世民把饭团举高，躲开了他的小短手。他低头看了看饭团，又看了看急得直跳脚的女儿，沉吟了片刻。观音币，你觉得这东西能吃吗？长孙皇后从他手里接过饭团，放到鼻子底下闻了闻，这香味确实诱人，而且闻着就不像是有毒的东西。她当了这么多年皇后，对各种毒物的气味还是有些了解的。这饭团里没有任何可疑的味道，只有纯粹的食物香气，闻着没什么问题。而且四子吃了这么多，不也好好的吗？李世民点点头，他低头又看了一眼饭团，喉结再次滚动了一下。说实话，他是真的馋了。一个皇帝对着一团米饭馋成这样，传出去都没人信。他犹豫了一下，掰下一小块塞进嘴里，下一秒，他的眼睛猛地瞪大了，那股霸道的香味在口腔里炸开，比闻到的时候还要猛烈10倍。哪怕已经凉了，那米粒依然粒粒分明，口感弹韧，油脂的香，鸡蛋的香，葱花的香，层层叠叠，在舌尖上交织出一曲绝妙的交响乐。他这辈子吃过的好东西数不胜数，但没有任何一样能给他带来如此直接、如此纯粹的快乐。就好像回到了小时候，跟着父亲打仗的时候，那时候物资紧缺，能吃上一口热饭就是天大的幸福。有一次他饿了3天，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村子，村里的老婆婆给他煮了一碗白粥，就是那碗粥让他觉得世间再没有比这更美味的东西了。眼前这团饭就给了他同样的感觉，不是什么山珍海味的精致，而是能填饱肚子的踏实，是能暖到心里的满足。李世民愣愣地嚼着那一小块饭团，神情有些恍惚。长孙皇后见他这副模样，不由得好奇起来。
二郎怎么样？李世民回过神来，深吸了一口气，他盯着手里剩下的那大半个饭团，眼神复杂。这东西是谁做的？他的声音有些沙哑。朕当了这么多年皇帝，吃过的御膳没有1万也有8000，从来没有哪一道菜能让朕吃出这种感觉。他顿了顿，把剩下的饭团递给长孙皇后。观音碧，你也尝尝。长孙皇后接过饭团，小心地掰下一块放进嘴里。下一秒，她的表情和李世民一模一样，眼睛瞪大，嘴唇微张，整个人定在了那里。作为大唐皇后，她吃过的好东西比李世民只多不少。可这一口饭团直接颠覆了她对食物的认知，香，太香了！而且这香不是那种腻人的浓香，而是让人越吃越想吃的那种。她下意识又掰了一块，然后又一块，等回过神来，饭团已经只剩下一点点了。长孙皇后有些不好意思地舔了舔嘴唇。二郎，这做饭的人手艺也太好了吧？李世民点头，眼中的杀意早就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浓浓的好奇和欣赏。何止是好，简直是惊为天人。他低头看着手里那最后一点饭团，沉思了片刻。能做出这种东西的人，绝对不是什么普通的厨子。这手艺，就算放眼整个大唐，恐怕也找不出第二个。这样的人才，怎么会藏在御膳房的柴房里当杂役？他抬起头，目光如炬。来人！殿外立刻冲进来几个带刀侍卫，去御膳房后院的柴房，给朕把里面的人带来，活的。他顿了顿，又补了一句：注意态度，不要惊着人家。四子一听要抓漂亮哥哥，哇的一声就哭了出来。阿爷骗人，阿爷说不抓漂亮哥哥的。李世民无奈地抱起他，轻声哄道：阿爷没骗你，阿爷不是要抓他，是要请他来做客，懂吗？四子抽噎着看他。真的吗？李世民点头。真的，阿爷什么时候骗过四子？四子吸了吸鼻子，勉强止住了哭声，但他还是不太放心。那阿爷要对漂亮哥哥好一点，不许凶他，不许吓他，不许砍他的头。李世民哭笑不得。行行行，都依你，不凶他，不吓他，不砍他，行了吧？四子这才满意地点点头，靠在李世民怀里，眼睛却直勾勾地盯着门口。他要亲眼看着，确保阿爷说话算数。此刻的我还不知道大难已经临头了。送走四子之后，我把柴房收拾得干干净净，连一粒饭渣都没留下。做完这一切，我就瘫在柴火堆上开始补觉。穿越之后最大的好处就是觉多，前世每天只能睡4、5个小时，现在动不动就能睡10来个小时，简直是弥补了前半辈子的睡眠债。我正睡得迷迷糊糊，突然听到外面传来一阵嘈杂的脚步声，我猛地睁开眼，心里咯噔一下，完了，不会这么快就东窗事发了吧？我疼得坐起来，四下张望了一圈，要不要跑？往哪儿跑？这是皇宫大内，又不是乡下小县城，我能跑到哪去？更何况我一个小小的劈柴杂役，跑了才是此地无银300两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别慌，先看看情况，也许是御膳房那边有什么事，跟我没关系呢。脚步声越来越近，然后柴房那扇破旧的木门被一把推开，阳光哗啦一下涌了进来。我眯起眼睛，看清了门口站着的人，3个带刀侍卫，个个虎背熊腰，腰间的刀反射着寒光。为首那个侍卫打量了我一眼，目光在我身上转了一圈，然后落在了角落里那口铁锅上。他的眼神微微变了变。你就是这柴房里住着的人？我站起身，尽量让自己看起来镇定一些。是我，请问几位有什么事？侍卫没有回答，而是迈步走进柴房，开始四处打量。他的目光扫过灶台、铁锅、水缸，最后停在墙角那个堆满杂物的架子上。那架子上放着我的全部家当，几个粗瓷碗，一把菜刀，还有几个盖得严严实实的陶罐。那些陶罐里装的都是系统给的调料和食材，要是被翻出来，可就麻烦了。我心里一紧，但脸上还是保持着镇定。这位军爷，小的就是个劈柴的杂役，不知道犯了什么事。侍卫回头看了我一眼，语气倒是没有想象中那么凶。没犯事，陛下有请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陛下有请，这4个字像一道惊雷劈在我脑门上。李世民要见我，我的天，这发展也太快了吧！那个小丫头才走了多久？1个时辰都不到吧？怎么就惊动皇帝了？我心里疯狂地转着念头，去还是不去？这不是废话吗？皇帝召见，我能不去？不去就是抗旨，当场就得被砍了。可去了会怎样呢？最好的结果是李世民只是好奇，问几句就放我走；最坏的结果是他觉得我这个来路不明的人有问题，直接拖出去咔嚓了。还有一种可能，就是他看上了我的手艺，要把我调去御膳房当厨子。这个结果看起来不错，但对我来说简直是噩梦。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能躺平的地方，要是去了御膳房，那还不得累死？不行，我得想办法脱身。我飞快地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可能的应对方案，装傻充愣，就说那饭是捡来的，不是我做的，反正没有证据，死不承认就完事了。就这么办。军爷，小的就是个粗人，不识字也不会说话，见了陛下怕是要冲撞了圣驾，要不……话还没说完，那侍卫就打断了我。少废话，陛下让你去你就去，哪来那么多借口？他顿了顿，语气稍微缓和了一点。放心，陛下说了，让我们客气点，不会为难你的。我心里苦笑，客气点，让带刀侍卫来请人叫客气，这要是不客气，是不是得直接拿刀架我脖子上？但是已至此，我也没有别的选择，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。那就有劳军爷带路了。我拍了拍身上的灰，跟着3个侍卫走出了柴房。阳光刺得我睁不开眼，我眯着眼睛适应了一下光线，发现柴房外面已经围了一圈人，都是御膳房的太监和杂役，一个个伸长了脖子，用看怪物一样的眼神看着我。他们大概是在想，这个平时连话都不怎么说的闷葫芦，怎么突然被侍卫给带走了？我低着头，装作什么都没看见，跟在侍卫后面往前走。一路上遇到不少宫女太监，都纷纷让到一边，用好奇的目光打量着我。我穿的是御膳房杂役的粗布衣服，补丁落补丁，跟着金碧辉煌的皇宫格格不入。走了大约1炷香的时间，我们来到了一座宏伟的宫殿前，殿门上挂着2个大字“立正”，这就是立正殿，长孙皇后的寝宫，也是李世民平时处理日常政务的地方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在心里给自己打气，冷静，一定要冷静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先看看李世民到底想干什么再说。侍卫在殿门外停下，对
对里面通报了一声，不一会儿就有太监出来领着我往里走。店内很宽敞，布置的典雅大气，处处透着皇家气派。我低着头用余光打量着周围，然后我看到了坐在主位上的那个男人，他大约40岁上下，身材魁梧，龙眉凤目，气势威严，哪怕只是随意的靠在椅背上，都有一种让人不敢直视的压迫感。这就是千古一帝李世民，天可汗，唐太宗，贞观之治的缔造者，历史上最伟大的帝王之一。而此刻，这位最伟大的帝王正一脸玩味的看着我，他的旁边还坐着一个气质温婉的女子，应该就是长孙皇后了。最让我头疼的是，那个惹祸精小丫头也在，正窝在李世民怀里，用亮晶晶的眼睛看着我。一看到我，她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。漂亮哥哥，她挣扎着想从李世民怀里下来跑过来，却被李世民一把按住。我在心里叹了口气，完了，这下彻底跑不掉了。我上前2步，跪倒在地。草民叩见陛下，叩见皇后娘娘。李世民没让我起来，就那么居高临下的打量着我，那目光像是 X 光一样，把我从头到脚扫了个遍。良久，他才开口，声音低沉而威严。抬起头来。我一言抬头，与他四目相对。那一瞬间，我感觉到一股无形的压力扑面而来。这就是帝王的气场吗？果然名不虚传。李世民盯着我看了半晌，嘴角突然勾起一丝意味深长的笑。倒是生了一副好皮囊，难怪四子叫你漂亮哥哥。我心里一突，没敢接话。李世民继续说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哪里人士？怎么会在御膳房的柴房里？”我早就想好了说辞，连忙答道：“回禀陛下，草民姓周，名羽深，是长安本地人士。3个月前因家中遭难，流落至此，承蒙御膳房管事收留，让草民在柴房打杂劈柴。”这套说辞是我之前就编好的，细节都经得起推敲。反正这年头又没有户籍联网，他就算去查也查不出什么。李世民点点头，也没深究。那你的厨艺是跟谁学的？来了，关键问题来了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装出一副茫然的样子。厨艺？草民不懂什么厨艺，草民就是个劈柴的。话还没说完，李世民就嗤笑了一声，还想装傻？他从袖子里掏出一样东西，扔到我面前。我低头一看，心里顿时凉了半截，是那个油纸包，虽然已经空了，但上面还沾着几粒金黄的米饭，这是铁证啊！我刚才还想死不承认呢，这下彻底没戏了。李世民的声音从头顶传来，带着几分调侃：“这东西是你做的吧？”我张了张嘴，想说点什么，却发现什么借口都编不出来了。沉默了片刻，我认命地点点头：“是草民做的。”李世民的眼睛微微眯起，语气变得有些意味深长：“一个劈柴的杂役，能做出御膳房做不出来的东西，你觉得朕应该怎么处置你？”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，这话听着像是要问罪的意思。我连忙磕头：“草民知罪，草民不该私自开灶，更不该给公主吃来路不明的食物，请陛下责罚。”李世民哼了一声：“你倒是有自知之明。”他顿了顿，话锋一转：“不过朕倒是很好奇，你这手艺到底是怎么来的？”我心里飞快地转着念头，看来李世民没打算直接砍我，而是对我的厨艺起了兴趣。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呢？好事是我暂时死不了，坏事是他很可能要把我拉去御膳房当厨子。我得想个办法，既让他满意，又不至于把自己搭进去。回禀陛下，草民的手艺是祖传的。我开始现场编故事。草民的爷爷曾经是一个世家大族的厨子，后来那家人败落了，爷爷就带着一身厨艺回了乡下。他老人家临终前把手艺传给了草民的父亲，父亲又传给了草民。李世民挑了挑眉，似乎有几分相信。祖传的手艺，那你为何不去酒楼谋生，反而跑到皇宫来劈柴？我叹了口气，装出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。不瞒陛下，草民的父母都被仇家所害，草民走投无路，只能躲进宫里避祸。想着皇宫大内，仇家总不敢追进来吧。这套说辞是我临时编的，漏洞不少，但应付一下应该够用了。毕竟李世民是皇帝，日理万机的，没空跟我一个小杂役计较这些细节。果然，李世民没有继续追问我的身世，而是把话题转回到了厨艺上。你那饭团是怎么做的？为何米饭会变成金色？我琢磨了一下，决定实话实说。反正蛋炒饭这东西也没什么好隐瞒的，就算说出来，以这个时代的烹饪水平，也未必能复制出来。回禀陛下，那叫蛋炒饭，是用隔夜的冷饭加上鸡蛋和猪油一起翻炒而成。金色是因为米饭裹上了蛋液。李世民若有所思地点点头。蛋炒饭做法听起来倒是简单。他扭头看了一眼旁边跪着的御膳房管事。你们御膳房能做出这东西吗？管事的额头上冒出冷汗，支支吾吾地说：“回陛下，这臣从未听说过这种做法。不过既然知道了方子，臣可以试着做做看。”李世民又看向我：“你觉得他们做得出来吗？”我实话实说：“回禀陛下，做法简单，但要做好却不容易。这道菜讲究火候和手法，差1分都不行。”李世民的嘴角勾起一丝笑意。既然如此，你就亲自做一道给朕看看吧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但也知道这一关躲不过去，只能硬着头皮应道：“草民遵旨。”李世民一挥手，立刻有太监小跑着出去传旨。不多时，就有人来报说御膳房已经准备妥当，请陛下一驾。我跟在李世民和长孙皇后身后，一路往御膳房走去。四子不知道什么时候从李世民怀里挣脱出来，颠颠地跑到我身边，仰着小脸看我。漂亮哥哥，你是不是要给阿耶做好吃的？我低头看他，哭笑不得。还不是被你害的。四子吐了吐小舌头，一点愧疚的意思都没有。四子不是故意的嘛，谁让阿耶太狡猾了。他说着还回头瞪了李世民一眼，那小眼神里满是控诉。李世民被自家闺女瞪了，非但不生气，反而笑得更开心了。四子，你这是在怪阿耶？四子哼了一声，背过身去不理他。李世民也不在意，继续悠哉悠哉地往前走，嘴角的笑意却怎么都压不下去。看得出来，他是真的很宠这个小女儿。一行人很快就到了御膳房，御膳房比我想象的要大得多，足足占了好几个院子，里面烟火缭绕，人来人往，到处都是忙碌的身影。我们一进去，整个御膳房瞬间安静了，所有人都停下手
手里的活，齐刷刷的跪倒在地。参见陛下，参见皇后娘娘。李世民摆摆手让他们起来，然后环顾四周，给他腾个灶台出来。御膳房的管事连忙应声，亲自带着人去收拾。不一会儿，一个干净整洁的灶台就腾了出来，灶上架着一口黑铁大锅，旁边摆满了各种食材和调料。我走上前打量了一下这些东西，米饭是现成的，不过是热的，不是隔夜饭。鸡蛋有，个头还挺大，猪油也有，但看起来炼得不太纯。葱姜蒜倒是齐全，盐有，但颗粒很粗。其他调料我扫了一眼那些陶罐，发现大多数都是些花椒、茱萸之类的香料，没有酱油，没有味精，更没有胡椒粉。这可比我在柴房里的条件差多了。我柴房里的调料都是系统给的，应有尽有。这御膳房号称是全大唐最顶级的厨房，结果连酱油都没有。不对，这个时代好像确实还没有酱油这东西，有的只是酱，而且那酱的味道一言难尽。我在心里叹了口气，只能将就着用了。好在蛋炒饭这道菜本身就不需要太多调料，只要火候和手法到位，照样能做出好味道。我挽起袖子，开始做准备工作。首先是处理米饭，热米饭做蛋炒饭是大忌，容易粘锅不说，还炒不出粒粒分明的效果。我把米饭盛出来，摊在一个大竹匾里，用筷子快速拨散，让它尽快降温。趁着这个功夫，我又去处理鸡蛋，敲开2个鸡蛋，蛋黄橙红，一看就是散养的土鸡蛋，品质不错。我把蛋液打散，加了一点点盐调味，然后是葱花，我挑了几根小葱，洗净切成细细的葱花，绿白分开，白的用来爆香，绿的用来最后点缀。做完这些准备工作，米饭也差不多凉了，我伸手试了试温度，正好。接下来就是最关键的一步了，我把铁锅架上灶台，开始烧火。御膳房的灶火比我柴房里的好控制多了，火力又大又稳。我调整了一下火候，等锅烧热之后，舀了一大勺猪油下去，滋啦一声，油脂在高温下迅速融化，散发出诱人的香气。我把锅转了几圈，让油均匀地铺满锅底，然后我做了一个出乎所有人意料的动作，我直接把米饭倒进了蛋液里。旁边围观的御厨们一阵骚动，按照他们的经验，应该是先炒蛋再下饭，怎么会把饭泡进蛋液里？这不是瞎搞吗？但他们不敢出声，只能眼睁睁看着我操作。我用筷子快速搅拌，确保每一粒米饭都裹上蛋液。这一步叫做金包银，是蛋炒饭的精髓所在。只有这样，炒出来的米饭才能粒粒金黄，粒粒分明。油温差不多了，我把裹了蛋液的米饭倒进锅里，滋啦，一股浓郁的香气瞬间爆发出来。我右手持锅，左手拿着锅铲，开始快速翻炒。这一步要快要猛，要让米饭在锅里不停地翻滚跳跃，受热均匀。我的动作行云流水，一气呵成，米饭在锅里翻飞，像是一群金色的精灵在舞蹈。蛋液在高温下迅速凝固，包裹住每一粒米饭，形成一层薄薄的金色外衣，香气越来越浓，越来越霸道。那是油脂和蛋白质在高温下发生美拉德反应的味道，是这世间最原始、最诱人的香味。御膳房里的所有人都被这香味勾住了魂，他们在这里干了几十年，自认为什么香味都闻过，但从来没有闻过如此霸道、如此直接的香味。那香味简直是在往鼻子里钻，往脑子里钻，让人忍不住咽口水。就连李世民和长孙皇后也被这香味吸引了，他们站在灶台旁边，目不转睛地看着我的操作，眼里满是惊叹。四子更是直接凑到了灶台边上，吸溜着鼻子，小脸上写满了馋。好香好香，比上次的还香。我一边翻炒一边笑，那是因为上次用的是冷灶，火力不够，这回火大，味道自然更好。翻炒了大约30息，米饭已经完全炒散了，粒粒分明，粒粒金黄。我把葱白撒进去，快速翻炒几下，让葱香融入饭中，然后关火，撒上葱绿，再翻2下出锅。一盘金灿灿、香喷喷的蛋炒饭就这样出炉了。米饭粒粒金黄，油润发亮，点缀着翠绿的葱花，卖相极佳，香气更是霸道的不像话，隔着老远都能闻到。我把炒饭盛进一个干净的瓷盘里，端到李世民面前，请陛下品尝。李世民低头看着这盘炒饭，眼里闪过一丝惊艳。他拿起筷子，夹了一撮送入口中，下一秒，他的眼睛猛地瞪大了。这味道比那个冷掉的饭团还要惊艳10倍。米饭粒粒分明，口感弹韧，每一粒都裹着一层薄薄的蛋香，油脂的醇厚，鸡蛋的鲜香，葱花的清香，3种味道完美的融合在一起，在口腔里炸开，那种幸福感，那种满足感，简直难以用言语形容。李世民一口接一口，停都停不下来。他这辈子吃过无数山珍海味，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对着一盘普普通通的炒饭吃得如此忘我。长孙皇后在旁边看得目瞪口呆，她的丈夫是什么人，她再清楚不过了，那是饮食从来不过量，凡是讲究节制的一代明君，现在却对着一盘炒饭狼吞虎咽，简直判若两人。她忍不住也拿起筷子尝了一口，然后她也愣住了，这味道怎么可能这么好吃？她从小锦衣玉食，后来又当了皇后，什么好东西没吃过？可这盘炒饭真的颠覆了她对食物的所有认知。她想起自己这些年吃过的那些膳食，那些被御厨们吹得天花乱坠的珍馐美味，跟眼前这盘炒饭比起来，简直就是垃圾。四子早就等不及了，颠颠的跑过来，阿爷阿娘，四子也要吃。李世民被女儿的声音拉回神，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失态，他轻咳一声，把盘子推到四子面前，四子吃吧，阿爷已经吃过了。说是吃过了，但他筷子上还夹着一撮饭呢，舍不得放下。四子才不管这些，抱着盘子就开始大快朵。他吃饭的样子比李世民还夸张，腮帮子鼓得像个小仓鼠，嘴角沾满了油光，眼睛笑成了2弯月牙。好吃好吃，比上次的还好吃。他一边吃一边不忘夸我，漂亮哥哥最厉害了。我站在旁边看着这一家3口抢一盘炒饭的场景，心里百感交集。这画面怎么看怎么违和，堂堂大唐天子和皇后居然为了一盘蛋炒饭抢得跟什么似的。不过话说回来，看到自己做的东西被人吃得这么开心，心里还是挺高兴的。一盘炒饭很快就见了底，四子意犹未尽的舔着盘子，被长孙皇后一把拉住。四子注意仪态。四子吐吐舌头，但还是偷偷把手指头上的油舔干净了。李世民回过神来，看着空空如也的盘子，又看了看我，眼神变得深沉起来。你这手艺确实是祖传的。我心里一紧，连忙点头。是，草民不敢欺瞒陛下。
李世民盯着我看了一会儿，忽然笑了。不管是不是祖传的，这手艺朕要了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来了来了，我最担心的事情还是来了。果然，李世民接下来的话印证了我的担忧。从今日起，你就留在御膳房吧，专门负责给四子做饭。四子一听这话，眼睛瞬间亮了。真的吗？阿爷，漂亮哥哥以后天天给四子做饭吗？李世民点点头。只要你乖乖吃饭，好好养身体，阿爷就让他天天给你做。四子高兴的直拍手。太好啦，太好啦！我却一点都高兴不起来。天天做饭，这不是要把我累死吗？我好不容易才过上躺平的日子，现在又要打回原形了。不行，我得想办法推辞。陛下，曹明身份低微，恐怕担不起这等重任。李世民摆摆手，打断了我。身份的事，朕自有安排，你只管安心做事就是。他顿了顿，又补了一句：做得好，朕重重有赏；做得不好，他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。你应该知道后果。我打了个寒战，这是威胁吗？这绝对是威胁吧！做得好有赏，做得不好就砍头，这跟卖身有什么区别？我张了张嘴，想说点什么，却发现什么也说不出来。胳膊拧不过大腿，我一个小小的穿越者，怎么跟皇帝对着干？罢了，先赢下来再说，大不了以后找机会溜走。我认命的跪下。曹明领旨，谢陛下隆恩。李世民满意地点点头，正要说什么，长孙皇后忽然开口了。二郎，既然他的手艺这么好，不如让他再做几道菜看看。他顿了顿，压低声音说：四子这些日子脾胃虚弱，太医说要用食疗调养，可御膳房做的那些膳食，他一口都不肯吃。既然他愿意吃他做的东西，不如让他试试看。李世民恍然，还是观音陛想的周到。他转头看向我，你会做养脾胃的菜吗？我愣了一下，养脾胃的菜，这可不是随便做就行的，得根据具体症状来调配。我回忆了一下刚才观察到的四子的状态，小脸蜡黄，嘴唇有点干裂，眼圈也有点发青，加上他之前说的肚痛痛，以及这几天水米不进的情况，多半是脾胃虚寒，消化不良。这种情况需要用温和易消化的食物来调养，不能太油腻，也不能太寒凉。蛋炒饭虽然好吃，但油脂太重，不适合长期给他吃，得换个清淡的。我在脑子里过了一遍适合调养脾胃的菜谱，很快就有了主意。回禀陛下，曹明会做几道养脾胃的菜，不知御膳房可有小米和红枣？李世民看向御膳房管事，管事连忙点头，有，都有。我又问山药呢？管事又点头，也有。我点点头，那就请陛下稍后。曹明这就做一道小米红枣山药粥，这道粥是调养脾胃的名方。小米养胃，红枣补血，山药健脾，三样东西搭配在一起，温和滋补，最适合脾胃虚弱的人食用。而且做法简单，口感软糯香甜，小孩子一般都喜欢。我让人把食材取来，开始动手。小米洗净，红枣去核切块，山药去皮切成小丁。山药去皮的时候要小心，那粘液粘到皮肤上会发痒。我特意用温水泡了一下手，然后快速处理完毕。然后起锅烧水，水开后下入小米，小米要用大火煮开，然后转小火慢熬。熬粥最重要的是耐心，火候要稳，中途还要不时搅拌，防止糊底。我一边熬粥一边观察锅里的状态，大约过了半个时辰，小米已经开花了，粥水变得浓稠。这时候下入山药丁和红枣块，继续小火慢熬。山药丁很快就软了，和着小米一起散发出一股淡淡的清甜。最后我加了一点点蜂蜜调味，又熬了一小会儿就出锅了。一碗金黄色的小米粥盛在白瓷碗里，上面点缀着红枣和山药，卖相质朴却诱人，香气也和蛋炒饭完全不同，是一种温和清甜的味道，闻着就让人觉得暖。我把粥端到四子面前，公主殿下，请尝尝这个。四子歪着脑袋看着这碗粥，有点犹豫。这是什么呀？看起来跟太医给我的药一样。他是被那些苦兮兮的药膳给折磨怕了，看到粥就本能的抗拒。我笑了笑，这不是药，这是甜的，公主尝一口就知道了。四子将信将疑的舀了一小勺，小心翼翼的送入口中。下一秒，他的眼睛亮了。好甜，这粥和那些药膳完全不一样。入口软糯，甜而不腻，小米的清香，红枣的甜香，山药的绵软，在嘴里化成一团温暖。四子大口大口的喝着，小脸上满是幸福。长孙皇后看着女儿这副样子，眼眶忽然有点发酸。这孩子已经好几天没好好吃东西了，现在却一碗接一碗的喝。她走到我身边，压低声音问：这粥对四子的身体真的有好处吗？我点点头。回娘娘，小米性温，最是养胃；红枣补血益气，山药健脾固肾，这三样搭配在一起，最适合脾胃虚弱、食欲不振的人食用。公主若能坚持吃上一段时间，脾胃定能大有好转。长孙皇后眼中闪过一丝惊喜。你还懂医理？我谦虚的摇摇头。曹明不敢说懂医理，只是对食材的性味有些了解，知道什么东西吃了对身体好，什么东西吃了对身体不好。长孙皇后若有所思地点点头，她忽然想到了什么，脸上露出一丝犹豫。那你可知道有什么食物是对咳疾有益的？咳疾，我心里一动。我记得历史上长孙皇后好像就是死于气疾，也就是哮喘一类的呼吸系统疾病。算算时间，现在是贞观几年来着？如果没记错的话，长孙皇后是贞观10年去世的，现在应该是贞观8年或者9年，也就是说她的病情应该已经开始恶化了。我仔细看了看长孙皇后的脸色，果然她虽然画着精致的妆容，但难掩脸色的苍白，嘴唇也有些干裂，说话的时候偶尔会轻咳几声，这确实是肺气虚弱的症状。如果调养得当，或许能延缓病情的恶化。我斟酌了一下措辞，回娘娘，咳疾多由肺气不足、燥邪犯肺所致。食疗方面可以多使用一些润肺养阴的食物，比如雪梨、银耳、百合、莲子之类。我顿了顿，又补充道：曹明会做一道冰糖雪梨银耳羹，最是润肺止咳。娘娘若不嫌弃，曹明可以为娘娘做一碗尝尝。长孙皇后眼中闪过一丝期待，但很快又黯淡下去。雪梨和银耳宫里倒是有，只是这冰糖
是何物？我心里咯噔一下，坏了，我忘了这个时代好像还没有冰糖，唐朝有的是饴糖和蜂蜜，冰糖要到宋朝以后才普及。不过没关系，用蜂蜜替代也可以，效果差不多。娘娘，没有冰糖也无妨，用蜂蜜替代即可，效果是一样的。长孙皇后这才松了口气，那就有劳你了。我应了一声，让人去取雪梨和银耳。趁着等食材的功夫，我偷偷观察了一下四周，御膳房里的那些御厨们，一个个都在偷偷打量我，眼神复杂的很，有好奇的，有不服的，也有嫉妒的。我心里暗叹，这下子怕是要得罪不少人了。一个初来乍到的愣头青，一下子得了皇帝和皇后的青眼，换谁都会不爽。不过管他呢，反正我也没打算在这里长干。等风头过了，我就找机会溜走，继续当我的咸鱼去。食材很快就取来了，银耳是干的，需要提前泡发。幸好我之前让人备着了，现在已经泡得差不多了。我把银耳撕成小朵，雪梨去皮切块，一起放进锅里。加水开始炖煮，炖银耳需要时间，至少要2个时辰才能炖出胶质。但我等不了那么久，就让人用小火慢慢炖着，自己先去做别的。四子的小米粥已经喝完了，正眼巴巴地看着我。漂亮哥哥，还有吗？我看了看他的小肚子，已经又鼓起来了，不能再吃了，吃多了要积食的。四子瘪嘴，但没有闹，大概是之前的蛋炒饭和小米粥已经让他吃饱了。李世民在旁边看着这一幕，眼神越来越满意。他这几天愁的头发都快白了，没想到一个无名小卒3、2下就解决了问题。这手艺，这本事，留在御膳房当个普通厨子实在是太屈才了。他脑子里开始盘算该怎么安置这个人，正想着，忽然有太监来报，说是有紧急军务要处理。李世民皱了皱眉，只得先行离开。临走前，他叮嘱了一句：“你先留在这里，等那银耳羹做好了，给皇后送去，朕回头再来找你。”我躬身应是。李世民走后，长孙皇后也带着四子离开了。临走前，四子依依不舍地拉着我的衣角。漂亮哥哥，你不要跑掉哦，明天四子还要来找你吃饭。我哭笑不得地点点头。好好好，不跑不跑。四子这才满意的跟着长孙皇后走了。御膳房里一下子安静下来，那些御厨们还在忙自己的活，但时不时的往我这边瞟一眼。我假装没看到，自顾自的守着那锅银耳羹。时间一点点过去，银耳羹渐渐炖出了胶质。我尝了尝味道，加了些蜂蜜调味，又炖了一会儿，这才出锅，盛进碗里。白色的银耳配上金黄的雪梨，看着就让人食欲大开。我让人把银耳羹送去立正殿，自己则留在御膳房等消息。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送羹的太监回来了，他一脸兴奋的跑进来：“周公子，皇后娘娘说这银耳羹做得极好，让您明日再做一碗送去。”周公子，我愣了一下，什么时候我变成公子了？不过听到皇后满意，我还是松了口气，至少今天这一关算是过了。接下来就看李世民打算怎么安置我了，希望他别给我安排太多活，要不然我这咸鱼人生可就彻底泡汤了。我坐在灶台边，望着窗外渐渐暗下来的天色，心里五味杂陈。早上起来的时候，我还是个默默无闻的劈柴杂役，现在却莫名其妙的变成了给公主做饭的御厨，这发展也太魔幻了吧！我叹了口气，决定先不想那么多，走一步看一步吧。反正在这皇宫里，由不得我做主，不如就顺其自然，能躺平就躺平，不能躺平就少干点活。总之，保住小命要紧。这样想着，我闭上眼睛，靠着灶台迷迷糊糊的睡了过去。明天的事，明天再说吧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就被人从御膳房的角落里拖了起来，来的是几个太监，为首那个白白净净的，一脸笑容的冲我行礼。周公子，陛下有旨，请您移步承庆殿。我揉了揉惺忪的睡眼，脑子还没转过来。陈庆殿，去那儿干嘛？太监笑得更殷勤了。奴婢也不知道，陛下只说让您过去，有事要吩咐。我心里一突，隐约感觉不妙，但皇帝召见，我也不能不去，只好胡乱洗了把脸，跟着太监往承庆殿走。一路上，我发现周围的宫女太监看我的眼神都变了。昨天他们还一脸嫌弃的绕着我走，今天却纷纷让路，有的还主动冲我点头问好。果然，这宫里最不缺的就是见风使舵的人。到了承庆殿，李世民正坐在案几后面批阅奏章，他抬头看了我一眼，放下手里的笔，示意我上前。来了，坐吧。坐。我愣了一下，皇帝让我坐，我小心翼翼的在旁边的矮凳上坐下，屁股只沾了一点边，随时准备站起来。李世民看着我这副如临大敌的样子，忍不住笑了。放松点，朕又不是老虎，不吃人的。说得轻巧，您老可是杀兄逼父的狠人，比老虎还吓人好吧？我在心里腹诽着，脸上却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。草民失礼，陛下恕罪。李世民摆摆手，也不跟我绕弯子，直接开门见山。朕昨日想了一夜，觉得让你留在御膳房当厨子，实在是屈才了。我心里一喜，难道他改主意了，不让我当厨子了？那可太好了，我正愁怎么脱身呢。然而李世民接下来的话，让我的心从天堂直接坠入地狱。朕决定封你为上食奉御，专门负责皇后和公主的饮食起居。啥？上食奉御，那不是从7品的官职吗？我一个劈柴的杂役，昨天还在柴房里睡觉，今天就变成7品官了，这升迁速度也太离谱了吧！李世民似乎很满意我这副目瞪口呆的样子，继续说道：“不光如此，朕还会在宫里给你单独辟一间小厨房，人手器具随你挑选，只要能让皇后和四子吃好喝好，你要什么朕都给你。”我张了张嘴，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。这待遇也太好了吧！单独的厨房，自己挑人手，要什么给什么，这不是给我当厨子，这是给我当大雅。但是代价呢？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，李世民这么大方，肯定是有所图的。果然，他话锋一转：“当然，朕的要求也很简单。”他竖起一根手指：“第一，皇后的身体你要上心，她那气急已经多年了。太医的药是效果不佳，朕希望你能用食疗帮她调养。”我点点头，这个不难。长孙皇后的病本质上是肺气虚弱加上积劳成疾，如果能坚持食疗，再加上适当休息，或许能延缓病情的恶化。至于能不能痊愈，那就不是我能保证的了。李世民又竖起第2根手指：“第二，四子的饮食你也要上心，这孩子从小脾胃就弱，吃什么都不香。你既然能让他乖乖吃饭，
以后就由你负责了。这个也不难，小孩子的脾胃虚弱多半是喂养不当造成的。这年头的人不懂营养搭配，不是猛补就是乱喂，不出问题才怪。我只要按照现代营养学的标准给他调配饮食，用不了多久就能把他养得白白胖胖的。李世民竖起第3根手指。第3，朕也想尝尝你的手艺。他顿了顿，语气里带上了几分怀念。朕这些年吃过的好东西不少，可真正让朕觉得好吃的却没有几样。昨天那盘蛋炒饭是朕这辈子吃过的最香的东西。朕想知道你还能做出什么花样来？我在心里叹了口气，果然还是逃不过当厨子的命。不过仔细想想，这条件也不算太苛刻，就服务3个人，还有自己的厨房和人手，比起在柴房里东躲西藏，日子好像还更好过一些。最重要的是，这份工作稳定，旱涝保收，只要不出什么大差错，我就能在皇宫里安安稳稳的混日子，等混出点资历，再找机会告老还乡，下半辈子就能逍遥自在了。想到这里，我也不再推辞。草民领旨，多谢陛下隆恩。李世民满意地点点头。你倒是爽快。他从案几上拿起一块令牌，扔给我。这是出入宫禁的令牌，有了它，你可以自由进出各宫各殿，也可以随时出宫采买食材。我接过令牌，发现是块白玉雕成的，上面刻着一只展翅的凤凰。这牌子一看就不一般，怕是比我这条命还值钱。另外，朕给你调拨了10个人手，都是御膳房挑出来的好手，以后他们就归你管了。10个人服务3个主子，这配置是不是太豪华了？李世民似乎看出了我的疑惑。人多了，你就知道用处了。皇后和4子的饮食，朕不希望有任何闪失。我明白他的意思了，人多不是为了干活，是为了相互监督。万一我在食物里动什么手脚，有这么多双眼睛盯着，想瞒也瞒不住。帝王心术果然不是盖的。不过我本来也没打算搞事情，有人监督就监督吧，反正我问心无愧。从承庆殿出来，我就被太监带去了新厨房，说是厨房，其实更像一个小院子，3间正房，2间厢房，还有一个独立的小花园。正房是厨房和储物间，厢房是下人住的地方。花园里种着各种香料和蔬菜，比我在柴房的那个小窝不知道好了多少倍。我在院子里转了一圈，感觉自己像是做梦。昨天还是个劈柴的杂役，今天就有了自己的院子和下人，这穿越的 buff 也太给力了吧！正感慨着，院门口传来一阵嘈杂声，我回头一看，10个人齐刷刷的走了进来，为首的是个40来岁的中年男人，国字脸，浓眉大眼，看着就是个老实人。他带着身后的9个人一起冲我行礼。参见周凤玉，小的姓孙，叫孙大力，以后就跟着凤玉您干了。凤玉？对呀，您现在是上食凤玉了，我们得叫您凤玉。我有点不适应这个称呼，但也没纠正，只是让他们都起来。都别跪着了，以后在这院子里不用讲那些虚礼，叫我周余生就行，或者叫我周厨子也成。孙大力憨厚地笑了笑，那可不敢，规矩不能乱，我们还是叫您周凤玉吧。我懒得跟他争，随他们去了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开始熟悉新环境，也开始了解这10个人的底细。孙大力是打杂的，什么活都能干，也是这些人里最老实的。还有2个是负责洗菜切菜的小工，3个是负责烧火看灶的，2个是负责采买的，最后2个是负责试毒的。没错，试毒。这年头皇室吃饭，每一道菜都要先让人试毒，确保没问题了才能端上去。这差事听着吓人，但其实没什么风险，毕竟谁会没事在皇帝的饭菜里下毒？除非是活腻了。不过这也提醒了我，在这皇宫里干活必须小心谨慎，一步都不能走错。安顿好一切之后，我就开始正式上工了。每天早上天不亮就得起床，先去小花园里看看有什么新鲜的食材，然后规划一天的菜单。早膳要清淡，不能太油腻；午膳要丰盛，但也不能太补；晚膳要简单，以消化为主。除此之外，还要根据长孙皇后和4子的身体状况，随时调整菜品。比如长孙皇后最近咳嗽厉害，我就多做些润肺的汤羹；4子便秘了，我就做些富含膳食纤维的蔬菜。这些在现代看来都是常识，但在唐朝简直就是黑科技。那些御厨一辈子都没想通的问题，我3言2语就能解释清楚。渐渐的，我在宫里的名气越来越大，不光是长孙皇后和4子，就连李世民也开始每天准时准点的来我这蹭饭。他那些御膳房的大厨做的饭，他基本上不怎么动筷子，就盯着我这边的菜狼吞虎咽。有好几次我做的红烧肉，他一个人就能干掉半盘；还有我做的糖醋排骨，他啃的骨头都不剩一根。长孙皇后看不下去了，好几次都提醒他注意形象。二郎，你好歹是一国之君，吃相能不能文雅点？李世民嘴里塞着排骨，含糊不清的回答。观音币你不懂，这东西太好吃了，顾不上形象。4子在旁边拍着小手笑。阿耶和4子一样，都是小馋猫。李世民瞪了他一眼，但很快就笑了。臭丫头，敢编排你阿耶！一家人其乐融融的吃着饭，气氛温馨极了。我站在旁边看着这一幕，心里莫名有些感慨。历史上的李世民是个杀伐果断的帝王，是千古一帝，是天可汗。但在这一刻，他只是个贪吃的中年男人，一个宠爱妻女的普通父亲，这才是真实的他吧。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，转眼间我在宫里已经待了3个月。3个月的时间足以改变很多事情。首先是4子，这小丫头在我的精心调养下，脾胃已经完全好了，小脸蛋从蜡黄变成了白里透红，原本细弱的胳膊腿也长了肉，跑起来虎虎生风。她现在每天最开心的事就是来我的小厨房报道，美其名曰是来帮忙，其实就是来偷吃的。每次我刚做好什么点心，她就跟小老鼠似的窜出来，抓起一个塞进嘴里就跑。我假装生气的追她，她就满院子的跑，咯咯笑个不停。长孙皇后的变化也很明显，她的气急虽然没有根治，但发作的次数明显减少了，脸色也从苍白变得红润起来，精神状态好了很多。太医们都说这是食疗的功效，长孙皇后每次见到我都会感激的说上几句。周凤玉，你的手艺真是没话说，本宫这辈子都没吃过这么合口的饭菜。我谦虚的笑笑，娘娘谬赞了，这都是草民应该做的。至于李世民，这位爷的变化最大。3个月前，他还是个愁眉苦脸的中年人，每天为了国事操心，头发都白了不少。3个月后，他虽然依旧操心国事，但至少吃饭的时候能露出笑容了。而且他胖了，没错，一国之君竟然吃胖了。长孙皇后为此没少念叨他，让他少吃点，但李世民根本不听，每次吃饭都跟饿了3天似的。长孙皇后无奈地看向我，
周凤玉，以后给陛下的饭菜少放点油吧，他再这么吃下去，龙袍都要穿不下了。好的，娘娘，草民记住了。可是少放油这种事，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啊。少了油，那红烧肉还怎么红亮发光？那糖醋排骨还怎么酥脆可口？算了，反正他是皇帝，胖就胖吧，御医会想办法的。日子过得平静而充实，我原本以为可以就这么一直混下去，但我忘了这是皇宫，皇宫里最不缺的就是是非。这天，我正在厨房里准备午膳，忽然有太监来报，说上食局的李局令要见我。上食局是负责整个皇宫饮食的部门，李局令是一把手，也是我名义上的顶头上司。虽然陛下让我独立开小灶，但编制上我还是归上食局管的。这人来找我，肯定没好事。果然，一见面他就给我甩脸子。周凤玉，听说你最近风头很盛啊，皇后娘娘和公主殿下的饭菜都由你一个人包了，我们上食局的人都快没饭吃了。我心里叹了口气，该来的还是来了。从我开始给皇室做饭那天起，上食局的人就对我不满了。原本皇后和公主的饮食都是他们负责的，现在被我横插一脚，抢了他们的活，这不光是面子问题，还牵扯到真金白银的利益。要知道，皇室的膳食费用可是一笔巨款，经手的人多少都能捞点油水。现在这油水全归了我，他们能不眼红吗？但我也不怕他，我是陛下钦点的，他一个局令能把我怎么样？我不卑不亢的回答。李局令言重了，下官只是奉旨办事，不敢抢各位的饭碗。李局令冷笑一声，奉旨办事，好一个奉旨办事！我可听说了，你不过是个柴房里的杂役，机缘巧合之下才入了陛下的眼。别以为傍上了陛下就能一步登天，这宫里的规矩可不是你一个外来的能随便破坏的。我皱了皱眉，这人说话阴阳怪气的，摆明了是来找茬的。李局令有话不妨直说，下官洗耳恭听。李局令哼了一声，直说。好，那我就直说了。明天是皇太后的寿辰，宫里要办寿宴，本官想让你来操办主菜。皇太后的寿宴，我愣了一下，这可是大事啊，整个皇室的人都会出席，文武百官也会来贺寿，这种场合让我一个新人来操办主菜，这是给我机会还是给我挖坑？以李局令对我的态度，多半是后者。我试探着问，敢问李局令，主菜有什么要求？李局令的嘴角勾起一丝意味深长的笑，没什么特别的要求，只有一点，皇太后是蜀中人士，最喜欢家乡的风味。你若能做出让太后满意的蜀中菜，算你有本事；做不出来吗？他故意顿了顿，那就别怪本官在陛下面前参你一本，说你德不配位，尸位素餐。我心里冷笑一声，好家伙，原来在这等着我呢。蜀中菜讲究的是麻辣鲜香，而这年头的调料种类有限，想做出正宗的川菜几乎不可能。他这是故意出难题刁难我啊！如果我做不出来，他就有借口弹劾我；如果我推辞不做，他也可以说我畏难怕事，左右都是死路。但他忘了，我可是穿越来的。论做蜀中菜，这个时代还真没人比得过我。我微微一笑，承蒙李局令看得起，下官一定不负所望。李局令一愣，显然没想到我答应的这么爽快，他狐疑的看了我一眼。你真的会做蜀中菜？略懂一二。李局令哼了一声，拂袖而去。走到门口的时候，他丢下一句话：明日午时寿宴开席，你的菜要是上不了台面，可别怪本官不给你面子。我目送他离开，脸上的笑容渐渐收敛。明天的寿宴看来是一场硬仗啊！不过我也不是吃素的，想用蜀中菜来难住我。做梦，我转身回到厨房，开始盘点现有的食材和调料。蜀中菜的核心是麻和辣，麻靠花椒，这个御膳房有现成的，而且品质还不错。辣就麻烦了，这年头还没有辣椒，想要辣味只能靠猪鱼，猪鱼的辣度远不如辣椒，而且还有一股怪味，不太好处理。不过我有系统送的新手大礼包里有一小罐干辣椒面，是我一直舍不得用的，现在看来是时候拿出来了。除了麻辣，蜀中菜还讲究一个鲜字，豆瓣酱、郫县豆瓣、泡椒这些东西，这个时代都没有，但没关系，我可以自己做。豆瓣酱的原理很简单，就是用蚕豆发酵而成。虽然做正宗的郫县豆瓣需要好几年的时间，但做个简易版的应急还是可以的。我让孙大力去采买蚕豆和辣椒面，我给他画了图，让他去西域商人那里找，自己则开始准备其他食材，忙活了一整天，总算把所有东西都准备齐了，剩下的就是明天的发挥了。那一夜我几乎没怎么睡，脑子里一直在想着明天的菜单。既然是皇太后的寿宴，主菜肯定要有好彩头，长寿面是必须的，再配上几道硬菜，应该就差不多了。至于具体做什么，我心里已经有了主意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就开始动手了，10个人手都被我动员起来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任务。孙大力负责熬高汤，这是川菜的灵魂；2个洗菜的负责处理食材，鸡鸭鱼肉全都要收拾干净；3个烧火的负责盯着火候。川菜讲究大火快炒，火候差一点都不行。我自己则亲自负责最关键的几道菜。第一道水煮鱼，这道菜在我那个时代是川菜的代表作，麻辣鲜香，一上桌就能镇住场子。我用的是太液池刚捞上来的活鲤鱼，片成薄片，用蛋清和淀粉抓匀，锅里烧油，下入花椒和干辣椒爆香，那股麻辣的香气瞬间弥漫开来，然后下入鱼片快速滑熟，浇上热油，滋啦一声，香气更加浓郁了。第二道宫保鸡丁，这道菜据说是清朝四川总督丁宝桢发明的，但现在是唐朝，就算我提前做出来也不算抄袭。鸡胸肉切丁，用料酒和淀粉腌制，花生米炸到金黄酥脆，锅里爆香干辣椒和花椒，下入鸡丁快炒，最后加入花生米翻匀出锅，酸甜麻辣，回味无穷。第三道麻婆豆腐，这道菜是川菜的另一个代表作，也是我的拿手好菜。豆腐切块，用开水焯一下去腥，锅里下入肉末炒香，加入自制的豆瓣酱炒出红油，然后下入豆腐，小火慢炖，让豆腐充分吸收汤汁的味道，最后撒上一层花椒面，麻辣滚烫，鲜香无比。除了这3道硬菜，我还做了几道凉菜和小吃，夫妻肺片、口水鸡、担担面、中水饺，每一道都是川菜的经典，每一道都做得一丝不苟。忙活了一上午，所有的菜都准备好了。午时刚到，寿宴开席，我带着10个人手，推着装满菜肴的餐车，来到了宴会厅。厅里已经坐满了人，皇太后坐在最上首，旁边是李世民和长孙皇后，往下依次是各位皇子公主、文武大臣。李局令站在一旁，看到我的时候，嘴角
露出一丝冷笑，他肯定在等着看我出丑，但他不知道的是，今天出丑的人绝对不会是我。寿宴开始，先是各种祝寿的套话，然后太监宣布上菜。第一道菜是上士局准备的一道普普通通的燕窝羹，皇太后尝了一口，没什么表情，显然是吃腻了这种东西。接下来几道菜也都平平无奇，皇太后象征性地动了几筷子就放下了。李世民的脸色有点不好看，他瞪了李局令一眼，李局令额头上冒出冷汗，连忙使眼色让人上下一道菜。终于轮到我了，我深吸一口气，让人把第一道菜端上去。是水煮鱼，巨大的瓷盆里，雪白的鱼片堆得像座小山，上面铺满了红艳艳的辣椒和花椒，那股麻辣鲜香的味道瞬间弥漫了整个宴会厅。所有人都愣住了，他们从来没有闻过这种味道，这么霸道，这么直接，这么勾人。皇太后原本慵懒的眼神忽然亮了起来，这是蜀中的味道。她声音微微颤抖，像是想起了什么遥远的记忆。太监小心翼翼地夹了一片鱼肉放进她碗里，皇太后迫不及待地送入口中，下一秒她的眼眶红了。这味道，这是家乡的味道。她喃喃自语，眼泪顺着皱纹密布的脸颊滑落。皇太后已经离开蜀中几十年了，几十年来，她无数次梦回家乡，却再也没能吃到儿时的味道。她以为这辈子都不可能了，没想到今天在自己的寿宴上，竟然能再次尝到。她抬起头，目光穿过人群，落在站在角落里的我身上。这道菜是谁做的？李局令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。我上前一步，躬身行礼，回禀太后，是草民做的。皇太后招招手，进前来，让哀家看看。我走到她面前，跪下行礼。皇太后仔细打量了我一番，浑浊的眼睛里满是欣慰。好，好，好，你叫什么名字？草民周余生。皇太后点点头。周余生，今日你让哀家吃到了家乡的味道，哀家要重重赏你。李世民在旁边笑着接话：母后，这就是儿臣给您说的那个周凤玉，专门负责观音壁和四子的饮食的。皇太后恍然，原来是你，怪不得哀家这些日子听观音壁说，宫里来了个厨艺了得的年轻人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他顿了顿，又说：这样的人才，只让他负责后宫的饮食，太屈才了。皇帝，哀家的意思是把他调到哀家身边来，专门给哀家做饭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完了，又要加班了。李世民也愣了一下，看向长孙皇后，长孙皇后轻轻摇了摇头。李世民会意，笑着对皇太后说：母后，周凤玉的厨艺确实了得，但她现在负责的是皇后和四子的饮食，暂时走不开。不如这样，以后母后想吃什么，让人去跟她说一声，让她做了送过去，如何？皇太后想了想，点点头。也罢，就依你。不过哀家可说好了，以后哀家想吃蜀中菜的时候，你可不能推辞。最后这句话是对我说的，我连忙应道：草民遵旨。皇太后满意的笑了，然后继续埋头吃鱼。我退回角落，长舒一口气，总算是过关了。接下来的几道菜也都顺利上桌，每一道都引起了一片惊叹：宫保鸡丁、麻婆豆腐、夫妻肺片、口水鸡，一道比一道精彩，一道比一道惊艳。在场的所有人都被这些闻所未闻、见所未见的菜肴折服了。他们这辈子吃过无数山珍海味，却从来没有吃过如此霸道、如此爽快的东西。那麻辣的味道简直能穿透灵魂。皇太后吃的最多，整个人精神焕发，连说了好几个好字。李世民也吃得满嘴是油，完全顾不上什么皇帝的形象。长孙皇后被辣得直吐舌头，但还是忍不住一口接一口。就连四子都抢着要吃，被长孙皇后拦住了，说太辣了小孩子吃不了。四子急得直跺脚，最后还是我心软，给他单独做了一份不辣的宫保鸡丁，才把他哄住。寿宴结束的时候，李局令的脸已经绿了。他原本想借这次机会整我，没想到反而成就了我。现在不光是皇帝和皇后，就连皇太后都对我亲言有加。他想动我，怕是要掂量掂量啊。我看着他灰溜溜离开的背影，嘴角微微上扬。这就是你跟我斗的下场？你以为我只是个会做饭的厨子？错了，我是穿越来的美食传承者。论做菜，这个时代还真没人是我对手。寿宴之后，我在宫里的地位彻底稳固了。不光是李世民一家三口，就连皇太后也时不时派人来点菜，其他的皇子公主、嫔妃贵人也开始对我另眼相看，经常有人送礼拉拢，我一律来者不拒，收了礼我照干。反正我只负责皇太后、皇后和四子的饮食，其他人想吃我做的菜，得陛下点头才行。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，转眼间又过了半年。半年的时间足以让很多事情发生改变。长孙皇后的身体在我的调养下已经好了很多，虽然气急还是偶尔会发作，但次数比以前少了一大半。太医们都说这是奇迹。四子更是从一个病恹恹的小丫头变成了一个活蹦乱跳的小魔头。她每天除了来我的厨房偷吃，就是满皇宫的疯跑，把宫女太监们折腾得够呛。李世民对此很是欣慰，经常抱着她在御花园里玩耍，父女俩的笑声传得老远。至于我自己，也终于适应了这种生活，虽然不能像之前那样彻底躺平，但至少不用每天累死累活。有10个人手帮忙，我每天只需要负责最关键的几道菜，剩下的时间都可以自由支配。我甚至还有闲心在小花园里种了一些蔬菜和香料，打算搞点穿越者的小发明，比如做酱油啦、做豆腐乳啦、做辣椒酱啊什么的。这些东西在现代稀松平常，但在唐朝绝对是黑科技。要是做成了，说不定还能靠这个发家致富。当然，这些都是后话了。眼下最重要的还是把手头的活干好，毕竟我这条小命可全系在李世民一家人身上呢。这条
天傍晚，我正在厨房里准备晚膳，忽然有太监来报说陛下驾到，我连忙迎出去。李世民一个人走进院子，身后没有跟着任何随从，他的脸色看起来有些疲惫，眉宇间带着淡淡的愁绪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陛下怎么这时候来了？可是有什么吩咐？李世民摆摆手，没什么吩咐，就是想来坐坐。他说着在院子里的石凳上坐下，长长的叹了口气。我犹豫了一下，在旁边坐下，沉默了片刻。李世民忽然开口：周医生，你说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？我愣了一下，这问题也太哲学了吧！堂堂大唐天子，怎么忽然问起这种问题来了？我斟酌了一下措辞，回禀陛下，曹明觉得人活着就是为了开心，吃好吃的会开心，和喜欢的人在一起会开心，做自己喜欢的事也会开心，开心了这一辈子就值了。李世民听了，沉默了好一会儿，然后他苦笑了一声：“开心吗？朕已经很久没有开心过了。”他抬起头，望着天边的晚霞，眼神有些迷茫。朕每天要处理那么多政务，要应付那么多大臣，要操心那么多事情。朕有时候在想，朕做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？他顿了顿，声音低沉下来：“玄武门之后，朕就再也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了。那些死去的人，他们的脸总是出现在朕的梦里。朕知道朕做的是对的，但朕还是会后悔。”会愧疚。我静静地听着，没有说话。这些话，李世民肯定不会对任何大臣说。他之所以对我说，或许只是因为我是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，在我面前，他不用端着皇帝的架子，可以做一个普通人。过了好一会儿，李世民回过神来，他看了我一眼，嘴角扯出一丝笑容。看朕说这些干什么？让你见笑了。我摇摇头。陛下能对草民说这些，是草民的荣幸。草民不懂什么大道理，但草民知道一件事。我顿了顿，认真地说：陛下是个好皇帝，大唐的百姓都因为有陛下而安居乐业。不管过去发生过什么，陛下现在做的一切都是对的。李世民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，这次是真的笑了，眼睛里有了光彩。你这个人还挺会说话的。他站起身，拍了拍我的肩膀。行了，朕就不打扰你做饭了，记得给朕做一道水煮鱼，朕今天想吃辣的。我躬身应道：遵旨。李世民走了几步，忽然又回头看了我一眼。周余生，朕很庆幸当初让四子找到了你。说完，他头也不回地走了。我站在原地，望着他离去的背影，心里五味杂陈。穿越到唐朝的这半年多，我一直想着怎么躺平，怎么偷懒，怎么少干活。但此刻，我忽然有了一点不一样的想法。或许我可以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，比如用美食让更多人开心，比如用穿越者的知识让这个时代变得更好一点，比如让那个总是愁眉苦脸的皇帝能够笑得更多一点。想到这里，我转身走进厨房，开始准备晚膳。锅碗瓢盆的碰撞声响起，油烟升腾，香气弥漫。这就是我的战场，我的舞台。